嘿，大家好，我是易王，欢迎来到最新一集的开箱异闻录。这一次来开箱的是我作为自己的生日礼物而买的 Apple Watch Series 6最新一代的苹果表。虽然这个手表是我生日的第2个上午才收到的，但是众所周知，早上9点钟才是新的一天的开始这个手表是顺丰早上8点多派给我的，所以这一次生日是赶上了。所以我现在就要带着几个月前买的 Apple Watch 5来开箱这个新的 Apple Watch 6了。OK， 那么还是先来看一下包装，整体还是一个白白的一个条状的盒子，正面依旧是凹进去的苹果 logo 和 Watch 的字样。反过来，手表的基本参数Series 6，这一次我选了新出的这个颜色是海蓝色，因为之前选的40毫米的 Apple Watch 和我的手腕比起来有那么一点小所以这一次专门买了44毫米的其他就是一些基本的说明。以及这次我买的是不带蜂窝数据功能的 GPS 版虽然蜂窝版的 Apple Watch 可以不用带在手机身上，在外面随便浪但是手机上的软件的功能还是要齐全一点。我也很少专门出去跑步锻炼什么的外出的时候手机基本上是不离身的，感觉使用 GPS 版也没有什么问题。微信之类的软件也是需要在 iPhone 上面保持登录状态才能推送消息到 Apple Watch 上面。而且我的 iPhone SE 用着用着已经变成主力工作机了，意外的还挺好用的。然后跟上一代的 Apple Watch 的包装做一下对比，长和宽是基本上一致的，但是这个高度，新的包装扁了不少。好，那么来开4因为有过上一次的经验这次就熟悉很多了。打开里面第一眼还是看到这些图案给人的印象还是挺不错的。然后蓝色的 Apple Watch 这个是表带还是先从配件开始开启这边也是不用工具。这一张是专门告诉你说明书要去官网下载的多语言说明书。好，还是一个长的表带和一个短的，然后还是比较环保的这包装上面直接就包含了说明书基本的。好，这个放一边，来看一下，这次这个就自己就可以掉下来这次好多了。然后那个5伏1安终于不送了，苹果官方的说法是为了环保但是这个无线充电线它还是给了。顺带一提，之前送的那一个5伏1安，我还在这个盒子里面躺着，完全没有用过苹果不送，我觉得是对的，就是价钱上能把它减掉就好了海蓝色的 Apple Watch Series 6，正面屏幕还是黑的，然后反面其实主要就是这个边框是海蓝色，正面底面都是正常的这个颜色。来拼装一下。还是一如既往的味道。来开机，没电了吗？还是这个键，按错键。这个手表的保护套上面还有一个44毫米的字样，然后我仔细看才发现，之前的那个保护套是绒布的，现在这个变成纸质的了。我专门把上一代的手表的保护套给找了出来这个材质果然是不一样的，我果然没有记错。OK， 那么来激活一下因为有了上一次经验这回不用走弯路，直接拿 iPhone 就好了。好，出来了，还是这样扫一下，可以了。设置左，好，等它激活。和 ECG 心电图功能需要有关部门审核不同血氧检测的这个功能直接在激活过程中就可以开启了。现在基本设置完了，现在等它同步我们顺便跟我之前的 Apple Watch Series 5进行一下对比。屏幕变大了毕竟型号不同，这是44毫米，这是40毫米的同时可以看到表带也长了。表带的颜色，苹果也专门调成了和手表外壳一致的海蓝色这上面的卡扣这里之前是黑的，现在是亮面了。然后再反过来看一下背面，传感器的设计不一样了，之前是有点像钢铁侠的核心那样，中间一个圆形，然后周围一圈包着。然后现在新款是8个类似灯的传感器那样的东西，其他在外观上面看起来就没有什么差别了。表冠这里现在没有那一圈红色了。再仔细看了一下，发现只是那个圈变成了蓝色的，和表冠周围一圈蓝色的融为了一体但还是存在的。
放我的手上面44毫米，我感觉也是挺搭的我的手腕我觉得算是比较细的，所以男生的话直接上44毫米就行了，不用去考虑了。好，来佩戴一下试试。我是有经验的，已经知道怎么戴了。刚好卡到倒数第2格我这么细的手腕也是能支持的，所以男性真的直接选择44毫米就行了。对不起，我错了，我发现我们的摄影兼后期同学他的手腕比我的细了一圈，他戴的话还是40毫米的比较合适。我的手腕直径是17公分，他是14，大家想买手表的话可以参考一下。好，来试一下。这个大屏幕确实是爽很多每个图标都看得更清楚了。软件基本上自动同步进来的，心电图的功能它直接就开通了，因为我的账号之前有激活过。试一下，从这个曲线的跳动情况来看，感觉跟之前的版本一样那么不准。还是没有检测出什么问题。那么来找一下最新的血氧浓度是这个吗？是的，下一遍，放桌子上要放在桌子上，尽量不要移动。开始，15秒就能测出来了，96%，应该 OK 吧？看简讯，大多数人的血氧水平在95%到100之间注意下面这边有个提醒，血氧测量不是用于医疗用途，也就是给你一个简单参考这样子。完成，没有了，就这样子。OK， 那么几天的时间过去了来汇报一下这个 Apple Watch Series 6的这个使用心得对，没错，我们一个视频其实经常要拍好几天，我只是专门穿回了一样的衣服而已仔细看的话会发现这个发型是有点不同的。对比上一代 Apple Watch Series 6，一个比较明显的提升就是在速度方面的进软件列表、进设置、进后台、进菜单什么的反应速度感觉都变快了，同时要等它发呆处理的机会感觉变少了。苹果在发布会上面说的待机时屏幕的亮度提升到了2.5倍，我没什么感觉，可能是要到室外有太阳亮度比较高的时候才能看出来。续航这里可能是因为没有了蜂窝数据模块，也有可能是因为机身大了，电池容量也变大了整体续航感觉对比之前是有所增加。然后我发现之前手表的记录、奖杯什么的都没有继承过来，后来我去查了一下，发现是要先断开旧的手表连接，然后选择备份资料，再恢复到新手表上面。鉴于我之前都是这个没达标那个没达标的记录不要就不要了吧。以及我觉得之前戴小号的 Apple Watch 的时候，运动起来好像会灵活一点。44毫米这一款虽然屏幕变大了，看着舒服了，但是好像存在感也变强了所以如果你的手腕是粗细跟我一样的话从舒适角度出发，也是可以考虑40毫米的。更换到6代之后，我的整个使用体验其实并没有发生很本质的变化之前使用5代的时候，该推送的消息都推送了该检测的也有检测像 ECG 心电图和血氧检测这2个功能，其实并没有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所以如果你5代用着觉得已经挺舒服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专门为了追星而去更换。那你为什么要买呢？帮大家试毒好，那么这一次的总结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苹果没有做什么更新，所以我们很快就能录完如果觉得这一期的节目对你有帮助的话，记得点赞和评论支持一下新观众再点一下订阅，那就更好了。同时，如果你有电脑主机、电脑硬件、电脑外设的需求的话，可以到我们的淘宝店铺看一下。大家期待已久的 Vector One ITX 机箱的青春版以及 ITX 主机已经上架了，扫描屏幕上面的2维码，以及到淘宝店铺页面搜索“翼王的藏宝阁”即可到达那么下期再见，我是翼王，拜拜。